我跟你说，你今天分享的这些资料真的太有趣了哦。全部都围绕着史丹佛大学一篇刚登上《自然》期刊的研究。我一边看一边觉得这根本就是科幻小说的情节嘛。哈哈，有一点。一种全新的软性材料居然能模仿那个自然界最顶尖的伪装大师章鱼。没错。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很明确，就是要一起来挖深一点，看看科学家到底是怎么把这种近乎魔法的生物能力在实验室里重现出来的。没错，而且这件事我跟你说，比大家想象的要难非常非常多。哦，怎么说？模仿章鱼变色这件事，其实科学家们已经玩了很多年了，有很多不同的技术路线。但你分享的这些资料点出了一个真正的关键：章鱼最扯的地方不只是变色，它还能瞬间改变自己皮肤的质地。对，就是这个。它们不只是2D 的变色龙，它们是3D 的。完全正确。上一秒它的皮肤还是完全光滑的，下一秒就变得跟旁边的岩石一样，长满了凹凸不平的颗粒。超强。过去的技术光要动态控制材料的颜色就已经够头痛了，但要同时控制视觉上的质地，比方说让一个表面从手机萤幕那种亮光感，变成磨砂的雾面感，这在技术上是另一个维度的难题。而你分享的这些资料所以会登上《自然》，就是因为他们是史上第一个同时在颜色和质地这2件事上都取得了重大突破的团队。哇，他们皮肤底下那个机制听起来超级复杂的耶。非常复杂。资料是说他们用肌肉去拉自己的皮，一下拉平，一下又弄得皱巴巴的，然后再靠一种叫色素细胞的东西去填上颜色。对，这整个系统听起来又快又精准，感觉我们人类的科技很难追得上。这就是迷人的地方。生物系统经过几亿年的演化，那种效率和精准度一直是材料科学家们流口水的目标。哈哈，章鱼的皮肤可以在微米等级上做动态调整，这真的很惊人。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史丹佛这个团队的做法这么聪明哦。因为他们根本不打算去复制章鱼，他们没有要打造微型的肌肉和色素细胞。不打算复制，这个说法很有意思。所以他们用的方法完全不一样吧？完全不一样。你分享的资料里提到这个软性光子皮肤，它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听起来超厉害的。它厉害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一个非常巧妙的混搭。混搭？它把2种看似不太相关的成熟技术，用一种全新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第一种技术叫做电子束微影技术，听起来很专业。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支奈米等级的雕刻笔，非常非常细。通常是用来在细晶圆上刻画电路，制造电脑晶片用的。OK， 所以是半导体产业那种很高精密度的工具。那第2种技术呢？第2种就单纯多了，是一种可以吸水膨胀的聚合物薄膜。吸水膨胀？对，有点像小朋友洗澡玩的玩具，碰到水会变大，或是正像我们敷脸用的那种面膜材质。等等，一支刻晶片的超精密雕刻笔，加上一块会吸水的面膜，这2样东西凑在一起，要怎么变成章鱼皮？这听起来有点魔幻耶。哈哈哈，这就是整个研究最核心的创意所在。运作方式是这样的，它们分成2步，第一步叫做预先编程。预先编程？科学家用那支奈米雕刻笔，也就是电子束，在这层聚合物薄膜上画画。但这个画画不是上色哦，而是用电子束去改变聚合物的化学结构。被电子束扫过的地方，它的分子会变得更紧密，吸水膨胀的能力就变差了。我好像有点懂了。所以这就像那种会缩水的衣服。有点像。但他们是故意设计好哪里要缩，哪里不缩，所以一碰到水，衣服自己就会皱成一个特定的图案。没错。这听起来很聪明，但那支笔到底做了什么事，让聚合物的行为改变？你这个比喻很棒。那支笔做的事情，专业术语叫做交联 （cross-linking）。交联？你可以想象，聚合物原本是一堆松散的长链分子，像煮熟的意大利面那样。对，你这个比喻超好，像意大利面，然后电子束就像强力胶，把某些区域的面条粘在一起，变成一个网状结构。这些被粘住的区域吸水的能力就变弱了，因为分子被绑住了，没办法自由伸展。
所以当整片薄膜碰到水启动的时候，没被照过的地方会大力膨胀，而被照过的地方只会微微膨胀。这种不均匀的膨胀就会把预先画好的 3D 立体图案给推出来。原来如此，而且资料说这个过程还是可逆的。对，这是最关键的一点。只要加入像酒精样的溶剂，它会把水分从聚合物里再吸出来，整片薄膜就又会变回完全平坦的状态，可以重复使用。没错，这就让它从一个静态的材料变成一个可以反复播放的动态系统。接下来这部分是我在看资料时觉得最精彩的地方啊，因为这项技术的核心突破居然是来自一场美丽的意外，这不是他们一开始就计划好的。没错，这种故事在科学史上其实屡见不鲜。资料里引述了论文第一作者博士生 Siddhar Dashi 的经历。他当时其实是在用扫描式电子显微镜检查另一个完全不相关的专案样品。你要知道，这种显微镜也是利用高强度的电子束来成像的。所以按照实验室的标准作业流程，被这种显微镜照过的样品通常都会认为已经损坏了，会直接丢掉。对，因为大家都觉得电子束已经把材料的特性给破坏了。但那天不知道为什么，达西决定把这些坏掉的样品留下来，重复使用。哇！结果在下一次实验中，他惊讶地发现，之前被电子束扫描过的那些区域，它们的颜色和吸水后的行为都变得跟其他地方完全不一样了。等等，所以他是本来要把样品丢掉的，实验室的 SOP 就是这样。对。哇，这真的是一念之间呢。要是他那天照规矩来，乖乖把损坏的样品丢了，这整篇登上自然的论文可能就不存在了嘛。很有可能。Dashi 自己也说，这绝对是个意外的惊喜。It was definitely serendipitous. Serendipitous， 美丽的偶然。这也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很多最重要的科学突破都不是照着计划来的。反而是你看到一个怪怪的不对劲的现象，然后没有放过它，一直追问下去才发现的。没错，我自己的经验也是，最有意思的发现常常来自于一个坏掉的实验，一个你本来觉得完蛋了，数据乱七八糟的时候，关键是你能不能停下来问一句，为什么它会坏成这个样子？这个故事真的太激励人心了。好，那我们来看看他们用这个意外的发现，到底做出了什么惊人的成果？我看到资料里提到几个具体的实验，为了让大家有感觉，我来描述一下。好，在纹理控制这方面，我看到这段的时候，真的觉得太扯了。他们居然在奈米尺度上做出了一个美国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知名地标酋长岩的微缩模型。是，这个例子非常震撼。当那片薄膜干燥的时候，表面是完全平坦光滑，但只要一碰到水，怎么样？巨大的岩石轮廓，包含那些沟壑和纹理，就从平滑的表面上瞬间浮现出来，细节非常精致。哇！这完美的展示了他们对 3D 形貌的精准控制能力，已经达到了奈米等级。另一个例子是光泽的控制。透过改变那些微小纹理的粗细程度，他们可以控制光线要怎么散射。对，这听起来有点学术，但意思就是说，他们可以让同一个表面一下看起来像高光泽的钢琴烤漆，没错，一下又变成低调的雾面磨砂质感。资料还特别强调，这种质感的变化比我们现在手机荧幕能做到的都还要更逼真。没错。但这里面最迷人的其实是他们实现颜色变化的方式。他们不是用传统的染料或颜料，那太普通了。他们用的是一种非常优雅的物理光学原理。对，这个原理的名字听起来有点吓人，叫做法布里破落共振器 （Fabry-Perot Resonator）。这个你可以帮我们好好解释一下吗？当然，其实概念没那么复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三明治。OK， 三明治。上下两层是非常非常薄、半透明的金属层，中间夹着的就是那层会变厚变薄的聚合物馅料。OK， 所以上下是金属，中间是那个会吸水的聚合物。完全正确。现在想象一下，光线照到这个三明治上，有些光会传过去，有些会被反射回来。
而你眼睛看到的颜色就是被反射回来的光。这个三明治的厉害之处在于，中间那层馅料的厚度会精准地决定哪一种颜色的光刚好能够在上下两层金属之间完美的来回共振，然后被最强烈的反射出来。啊，我懂了。所以吸水中间的馅料变厚，就反射出例如蓝色的光。对，然后加酒精让它脱水，馅料变薄，就反射出红色的光，是这个意思吗？就是这么简单的物理，不是靠化学染料，而是靠奈米等级的几何学。这超酷的啦！只要精确控制不同区域的膨胀程度，就能改变那个三明治在各个点的厚度，进而让一整片原本单色的薄膜瞬间变成充满各种斑点和色块的缤纷图案。这也呼应了另外一位研究者 Mark Bronkersma 说的话。他说了什么？他说这项发明在光学世界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工具箱。一个全新的工具箱。对，这句话背后的意义其实很深哦。它代表我们过去想改变颜色要换颜料，想改变质地要换材料。但现在我们等于是给了材料一个软体更新的能力。同一个硬体，也就是材料本身，可以透过不同的指令，像是水或溶剂，去执行完全不同的外观。哇，这是从硬体思维转向软体思维的材料科学，这才是真正的游戏规则改变者。所以这一切对你有什么意义？我们来聊聊这项技术的未来潜力。资料里列了一大堆应用，从最直接的到脑洞大开的都有。最明显的当然就是动态伪装了。对，而且不只是传统军事上那种让人看不见的伪装哦，资料也提到更进阶的应用，例如在机器人学上，机器人透过改变表面的微小纹理来控制摩擦力。你可以想象一个微型机器人，它需要爬上一面墙，这时候呢，它就把皮肤变得粗糙来增加摩擦力。等到了平地，它又把皮肤变回光滑来快速滑行。这是一种功能性的伪装。还有穿戴式技术，这让我们离那种真正可以随意弯曲又能改变颜色和质感的柔性显示器又更近了一大步。没错，甚至还有生物工程上的应用，因为我们已经知道细胞在不同的表面纹理上生长的行为会不一样。对，所以未来或许能用这种技术去制造一个可以动态引导细胞生长的智慧植入物。这些应用都非常令人兴奋。资料还提到一个很有趣的方向，是艺术。研究团队已经开始和斯坦福的艺术家合作，把这种材料当成一种全新的艺术媒介。哇，你可以想象，一件雕塑或一幅画，它的颜色和质感可以随着时间、光线甚至观众的互动而产生动态的变化。那会完全颠覆我们对艺术品的认知。没错。不过要达到像章鱼那样随心所欲、即时反应的境界，他们还有一些挑战要克服。是的。我看资料里说，目前研究人员还是需要手动去调整水和溶剂的比例，来得到想要的颜色和纹理。对，现在还像是个手动的调色盘，还不够智慧。没错。所以这就带出了他们的终极目标，也是整个研究最令人期待的下一步。研究者都喜在资料中描绘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愿景，他们希望未来能把这个系统跟电脑视觉和人工智能整合在一起。那会是什么样子？想象一下，这片皮肤上面有一个微型摄影机，它能及时看到周遭的环境。然后一个神经网络，也就是 AI 系统，会不断的比较皮肤现在的样子和背景的差异。OK， 接着 AI 会自动计算出要达到完美匹配，需要什么样的颜色和纹理组合，然后再透过微小的帮谱或电极，精确地控制薄膜上每个区域的膨胀程度。哇，所以整个过程在几秒内自动完成，完全不需要任何人为介入。正是如此，那才真正达到了章鱼的等级，甚至超越了，因为它可以模仿任何它看到的东西。正是如此，这就是从一个被动的材料转变为一个主动的、有感知和反应能力的智慧系统。这是材料科学和人工智慧结合的完美典范。所以今天我们从章鱼那令人惊叹的皮肤开始，一路跟随科学家的脚步，看到 Stanford 实验室里诞生的这种神奇材料。而这整个故事的起点是巧妙的工程设计，再加上一个美丽的科学意外。如果我们把这件事放到更大的脉络来看，
这项发明其实不仅仅是关于伪装而已，它代表着我们现在有能力在一个前所未有的精细尺度上，去动态的、可逆的改变一个材料最基本的光学和物理特性。这是一种在奈米尺度上对材料进行根本性控制的突破。我们等于学会了一种全新的语言，可以直接跟物质的外观对话。这确实开启了无限的想象。最后，我想留给你一个思考题。好啊。我们整场讨论下来，很自然的都会想到要如何用这种技术来隐藏或模仿。没错。但如果我们反过来想，用它来沟通呢？沟通？对。如果一种材料的质地和颜色可以根据数据及时变化，那未来的衣服或我们周遭物体的表面，是不是不只能用视觉，还能用触觉来传递讯息？到时候你夹克上传来的触觉通知会是什么感觉？也许是一个微微隆起的图案，或是一阵快速变化的粗糙感。这或许会是我们体验数位世界的全新方式。